Lexus 这个诞生于1989年的日本高级汽车品牌，一开始主攻的市场就是北美市场，所以在这个品牌发展的前面20年，他们都是以 SUV 或者是越野车型为主。随着市场慢慢的发展，亚洲区市场对于 Lexus 这个品牌的认知和需求量就越来越大。而亚洲区对于什么车型的需求量大呢？没有错，就是 MPV 车型。因为在 Lexus 过去的发展历史上，它都跟 Toyota 的车子有对应的车型，像大家最熟悉的 Toyota Harrier、Lexus RX、Toyota Land Cruiser、Lexus LX。可是对于在亚洲区非常受欢迎，尤其在香港或者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非常受欢迎的 Toyota Alphard， 就一直迟未有一个对应的 Lexus 高端车款。所以 Lexus 终于在2019年底、2020年初推出了基于 Toyota Alphard而升级而来的这个 Lexus LM。马来西亚 UNW Toyota 目前引进的这个 Lexus LM 只有一个款式，就是 Lexus LM350。所以我身旁这一辆 LM350的售价是1148000，这个是一个Peninsular Malaysia的税后售价。如果是兰卡威的话，它的售价只要688千。所以在影片开始之前，希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可以 subscribe， 还有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And let's move on。在 Lexus 旗下的车款当中，只要你看到 L， 就代表它是那个系列里面最顶级的车型，像大家最熟悉的 LS Luxury Sedan、LC Luxury Coupe、LM Luxury Mover。所以 Lexus LM 是 Lexus 旗下最顶级的 MPV 车款，当然也是目前唯一，也是第一款 MPV 车型。我之前在介绍 Lexus RX、Lexus UX、Lexus NX 或者甚至是 Lexus ES 的时候，我都有介绍过。Lexus 的前脸就是他们最经典的 Spinner Grille 纺锤型格栅，所以 LM 拥有的这个 Spinner Grille 是 Lexus 底下所有车型当中 Spinner Grille 最大片的一个车型，甚至比 Lexus LX 还要来得大。这个 Lexus LM350 采用了代号 2GR FKS 的引擎，也就是这个 3.5L V6 自然进气引擎，搭配8速自动变速箱，它能够输出296 horsepower 和361 Nm， 0到100 8.3秒，极速180 km/h。而这一个动力数据就是这具引擎就跟马来西亚 UNW Toyota 卖的 Toyota Alphard 是同样一具引擎。在车身尺寸方面，这个 Lexus LM 和 Toyota Alphar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车长了，因为 Lexus LM 的车长达到5040mm， 也就是比 Toyota Alphard 还要长了95mm。车身轴距跟 Alphard 一样都是3000个 mm， 然后车身的高度跟宽度都跟 Toyota Alphard 是一样的，所以从侧边你可以看得到整辆车子就跟 Alphard 没有太明显的分别。But 这个 Sport Rim 就跟 Alphard 有非常大的不同了，因为它是 Lexus 自己另外在设计的一款 Sport Rim。Lexus 特别为这个 LM 打造了这一款18寸的 Noise Reducing 轮圈，所以它并不只是造型上面好看，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也能够降低路面的一些噪音等等。然后这辆车子跟 Alphard 最大的不同，除了是它的 Sport Rim 之外，它的悬挂系统也跟 Alphard 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是用了这个 Swing Valve 的 Shock Absorber。Lexus LM 车尾的辨识度同样非常的高。首先，它跟 Alphard 最大的不同是它采用贯穿式 LED 车尾灯，所以当然跟 Toyota 不同是这个是 Lexus 的 logo。然后在这个 logo 上面你会看到有一个镜头，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镜头呢？它并不是推车镜头来的哈，它是你的望后镜来的 ，digital 的望后镜。因为当你的椅子放倒过后，其实放直过后，驾驶者你是很难看到后面的，所以就能够让你在 skip 掉那一排椅子直接看到后面。所以这辆车子你要打开了行李箱，这边有一个 button， 非常大片，你要推得很远，所以，哎呀，什么32寸luggage，真的是非常大，而且你会发现到我后面两个椅子是整个是坐高起来的，所以因为这辆车子是一个 4-seater 4座车型，所以这个不是第3排座椅啊，这个是第2排座椅来的，所以重头戏要来了，就是夜后尾。
MPV 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你要上下车是比 SUV 来的简单很多的，特别是对于很多腰骨不好的人来讲，上下车真的是一个享受啊！你根本都不需要费什么样的力气。先关门先。我在拍 video，OK。我大摆讲人讲电视机，这顶车有电视机，那顶车有电视机。Ladies and gentlemen， 在我眼前呢，就是一个真假100% 实在的26寸 HD 高清的电视机，还有一个 partition 把我跟前面的司机隔开来。然后这个椅子是一个 reclining seat， 毫无疑问的。然后它的发泡棉这个设计到是非常全世界 one of 的最舒服的椅子。Lexus Malaysia 给我们的这个 invitation 上面印的是一张 boarding pass，Welcome to first class。虽然我没有坐过 first class 啦，我坐过好几次 business class 啦，but 因为也不是每一辆飞机有 first class 的 ，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坐在 business class 的时候，好多的按钮啊，因为以前你坐 economy class 的时候没有按钮的嘛，就是你要谁鼓这样坐着的。可是当你坐到 business class 的时候，你就发现椅子可以调，椅子甚至可以平躺，然后可以有各种的按钮去调整，然后你整个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试车生涯里面，我目前坐过最高级的车子，以后座来说是 Rolls-Royce Phantom， 还有 Rolls-Royce Cullinan、Rolls-Royce Gales，Bentley 就不要讲了，因为我坐的那是 Continental，OK。So 这个 Lexus LM 是我试坐的日系车子里面，我觉得就以乘客的空间来讲是最宽阔，不要讲日系、德系、英系啦，它是我试驾的车子里面后座最宽敞的一辆车，就对啊。把一个7人座的格局拿来放2张椅子在后面，可想而知它多大。上面还有这个 ambient light， 然后这个玻璃天窗。因为这辆车子我刚才前面讲了，它是1148000，也就是110多万，比 UNW 多大卖的多大 Alphard 贵了超过1倍，所以它当然不可能给到你跟 Alphard 一模一样啦。You know what I mean？ 这个玻璃呢，它是 Acoustic Glass， 就是所谓的比较厚的玻璃，除了有隔音，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比 Alphard ADAS 很多。还有这个银水墨的日本式版啊，这个有 Omotenashi， 就是 Lexus 的工匠打造出来的东西。前面有一个实体的时钟，然后这边有这个一模一样，我在 7 Series S Class 还是Rolls-Royce Phantom 也有的这个给你来补妆照镜子 ，OK， 看看下照一下粉底。然后这边有一个好像星际战舰这样子的中央控制台，可以给你来开关门。调整前面的荧幕、冷气，然后你的这个按这个椅子的功能等等，因为这个是一个 massage seat。除此之外，这辆车子还有所有 Super ADAS 车子都必备的，就是 refrigerator 冰箱，它是一个14厘车的冰箱。这个冰箱是可以放2瓶这样子的，比好多车子的冰箱都还要来得大。所以为了证明这是一个真像样的电视机，这边本好多节 remote control， 所以你就可以在那边滴滴嘟嘟可以看电视机，然后它可以放 Blu-ray 的 disc， 然后你还可以用 Mirror cast 你的手机的东西，因为你跟隔壁人讨论，可能你要看 PPT， 你要看 presentation， 你要看 PDF 等等，你都可以透过这边去去调整、去设计你自己要的东西。再来，除了这个26寸的 HD 电视机之外呢，这辆车子 Guess what？ 它有19个 speaker 的 Mark Levinson Surrounding 环绕式音响系统。我介绍过车子有12个 speaker， 有16个 speaker， 有14个 speaker， 这个有19个 speaker。Holy， USB port， 然后这个 cup holder 等等，就是就像他们讲的，这是first class， 毫无疑问的。不能这样形容了，然后就是一个，我迫不及待要叫前面司机开车载我出去了。光说不练，加把戏。等到我上车吧，等到我上路试驾，再为大家带来一个更完整的报道。12.3寸的中央控制萤幕，就跟之前我介绍的 Lexus ES250 或者是 RX 300等等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东西，就是同样的 Lexus 系统哦。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不是这么容易使用的一个 Touchpad， 买这辆车的人应该不会自己用啦，因为what I mean。所以这边有一个储物空间，然后压箱，因为这个是 3.5 厘车的 V6 自然进气引擎，所以随便踩一下。
不用做这种动作了。这车不是拿来跑的，这是拿来给老板舒舒服服的。所以这个我身后这个 partition 这个隔间啊，它除了能够不要给司机听到老板在谈什么之外，它也有隔音的作用。就像 Rolls-Royce 的车子也是一样，他们尽可能让引擎跟驾驶跟乘坐者离得很远，这样引擎就不会吵到你。Omotenashi， 日本的款待文化，然后雷克萨斯工匠艺术全部都集合在这辆车子里面了。然后它的玻璃天窗是有2片啊，后面有后面的，这边有这边的，它是一个双层式的玻璃天窗。然后再来这个它的望后镜呢，它是 digital 的。所以当你往下看的时候，你是能够看到后面2个老板睡觉了没有，他们在做什么，他有没有叫你。可是当你往上推的话，它就会直接是透过刚才我讲的后面那个镜头去照到后面的车子。仪表板就是一个实体仪表板，然后有银色金属的边框。这些 Lexus 的 Safety System 就不用讲了咯，什么 DRCC 盲点侦测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司机要去看的，老板就不要管这样多，老板就是买来驾就好了，买来做就好了。我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时候，可能心里面都在想，到底为什么 UNW Toyota 或者是 Lexus Malaysia 要引进这辆车，一个1148000 114万的这个价格，到底要卖给谁？可是事实上是，我知道的消息是，其实为什么 Lexus Malaysia 会推出这辆车？本来他们没有打算要推出这个车的，因为大家知道这辆车在2020年2月的时候，已经在别的地方率先登场了，事隔那个时候已经超过1年的时间了。原因就是因为在马来西亚有不少人已经跟他们 place 了 booking， 就是准备要买这辆车了。所以在这个有这个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他们才决定正式 official launch 这辆车子。是因为有人要买，他们才引进来卖。所以这些豪华车的市场是你永远想不到的，因为我相信可能会买这个 Lexus LM 350的人，他可能家里面已经有 Rolls-Royce， 他里面可能已经有 Bentley， 他可能有 S-Class， 他可能有7 Series， 他可能有各种各样很舒服的车。可是他们对一个日系顶级的豪华 MPV 非常的好奇，到底日本人的工艺，到底日本最顶级的 MPV 会做出什么样的模样？他们想要尝试一下，因为欧洲品牌MPV 向来都不是欧洲品牌的强项，他们可能有7人座 SUV， 可能有很大的 SUV， 很大的房车。可是 MPV 是一个比较 Asian 的东西，比较亚洲人会喜欢的一个车种。所以我就这样摸、这样修、这样做、这样感觉，我都已经觉得它已经是真的是另外一个境界的一辆 MPV 啊！甚至我都不懂要不要叫它 MPV 啊。所以因为它只是 MPV 的 size 吧，你一坐进去它就是一个 First Class， 所以你的1148000你买到的是一个移动的头等舱，可以在路上面用的头等舱这样子的感觉。所以 Lexus Malaysia 为这辆车提供了5年 Unlimited Mileage 的 Warranty， 你可以到各大的 Lexus Showroom 去观赏、乘坐、体验这辆车子。影片的最后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也要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So 希望下一次我介绍 LM 就是在路上驾它或者坐它了。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